纸醉金迷匹诺康尼。人们在此深陷于永不醒来的美梦里，亦沉溺在永不谢幕的繁华和欲望中。然而，除了沉浸在美梦中的人外，匹诺康尼还有一个仰望星空、渴望踏上路程的少年。他就是梦想成为银河冒险家匹诺康尼最为天真纯粹的稚子米莎。米莎是毁灭命途的冰属性角色，作为酒店乖巧懂事的小门童，她既认真工作，也认真梦想。哈哈，清洁时间到，小米莎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看到需要打扫的脏东西，她手起拖把杠子落，基于自身攻击力，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冰属性伤害。大大的酒店打扫起来，没有一定的章法可不行。碰上清洁压力大的房间，米莎一拖把下去就能扫3个。释放战技，米莎用力挥舞拖把，对指定敌方单体及其相邻目标造成基于米莎攻击力的冰属性伤害。别看孩子踉踉跄跄的，作为资深老员工，提高清洁效率的小妙招可少不了。释放战技时，米莎在对敌人造成伤害之余，还将为自己的下一段终结技提前累积一定的攻击段数。我方队伍每消耗1个战绩点，也将为米莎下一次的终结技增加一定攻击段数，并使其恢复一定能量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才刚打扫完房间，兢兢业业的米莎又忙不迭奔赴酒店门厅，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搬运行李。没办法，活多人少，时间紧，任务重啊！但准时可是咱的职业操守。不好意思，好心的朋友们，请让让路！哎呦，怎么还是挡着道啊？米莎迫不得已准备释放终结技，她的终结技拥有一定初始攻击段数，释放战技、秘技或触发天赋均可增加段数。单次终结技所能拥有的攻击段数存在上限，释放终结技将重置段数。释放终结技时，米莎将基于自身攻击力，在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1段冰属性伤害后，立即对敌方随机单体造成多段冰属性伤害，并有一定几率使受击者陷入冻结状态，持续一定回合。可纵使忙前忙后，脚都跑出了火星子，米莎的时间还是常常不够用。那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就不得不提米莎最大的兴趣爱好了。米莎平日里但凡能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，便只做2件事：仰望星空和泡在钟表房里。小年纪的她已经是维修机械和钟表的一把好手了。释放秘技，米莎投掷出神奇的钟表，制造出能够让时间停滞的特殊领域，使领域内的敌人陷入梦境监牢状态，停止一切行动，并持续一定时间。与陷入梦境监牢的敌人进入战斗后，米莎将增加自身下一次终结技的攻击段数，同一时间内只能存在1个领域效果。哎呀，一天的疲劳工作下来，看把孩子给累的。要不今天就下班收？这位客人带着这么多苏乐达走路可要小心呐，万一洒了可不好清理呀。怎么走的还7扭8歪的？哎呀，好吧，临下班前祸从天降，换谁闹心。眼睁睁看着这位不靠谱的客人不听劝，米莎却毫无怨言，决定防患于未然。瞅准开拓者消耗战绩点的时机，米莎为自身累积1层攻击段数。开拓者的劝阻结束后，米莎释放战技，希望能通过行动直观地告诉这位客人，在白日梦酒店打翻饮料会让人有多么困扰，并为自身累积2层攻击段数。田园泰山客人表示，顾客就是上帝，来了就是客呀，自己想要横着走、竖着走还是倒立走都没人能拦着。队友一看这可不行，他立刻释放战技进行干预，而勤劳的小米莎依然没有闲着，又为自己累积了1层攻击段数。积跬步以至千里，终于轮到米莎释放终结技。在米莎多段攻击的劝阻下，敌人终于停止了疯狂的行动，陷入了冻结状态。趁此机会，队友们一气呵成，将这个不礼貌的客人赶出了酒店。吉米建议将这样的客人直接拉入黑名单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将心比心，多多尊重酒店全体工作人员的宝贵劳动成果。那么就恭喜米莎，今天和吉米一起下班收工吧。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
米莎终于得以回到她那小小的卧室，也回到了属于她自己的时间里。日复一日，她遥望着广袤的星穹，无比期待着踏上探索群星的旅途。倘若您有机会前往白日梦酒店，可千万别忽视了小小的她，不妨将有趣的星际见闻分享给她吧。最后，就让我们祝福这个心怀梦想的少年，无论在现实里还是在梦中，有朝一日都能够去到他所向往的那个无限大的远方吧。